因为俄罗斯、印度和韩国网民成为了一场乱斗中的明星，比惨和炫富其实都是透着对殖民历史的怨恨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小飞。前几天啊，因为俄乌问题上，印度很多人立场呢是站在俄罗斯一方的嘛，就引起了一批西方国家网民还有印度网民之间的大乱斗。然后随着韩国网民的加入，整个画风就有了突然的变化。不过这个变化背后的情绪真的是耐人寻味了。首先呢，是印度网民骂了美国，说200年前被美国奴役，然后就出了一个对历史有独特见解的美国人反驳说，你这个印度人的历史是数学老师教的吗？200年前就没有美国呢，奴役印度的那是西班牙。不过这位美国人的历史啊，显然不是数学老师教的，不知道2022减去1781等于多少。马上西班牙网民也跳出来了，说当年奴役印度的是葡萄牙，跟西班牙毛关系都没有。紧跟着葡萄牙网民也说，他们占领的仅仅是果阿地区，奴役整个印度的是荷兰。荷兰网友冲出来讲，荷兰在印度呢只做了生意，占领整个印度奴役印度人的那个东印度公司啊是英国的。英国网民最后出来耍赖，说我们在印度啊是被印度人奴役的，被迫给印度人种茶叶，最后我们跑出来了，逃到了北美洲，然后就有了美国。原来这个美国是被印度人弄出来的。紧接着呢，就有人讲啊，说印度的独立历史是最短的，韩国的被殖民历史那是最长的。这一下子就把韩国网民也勾引出来了。韩国人说，你们搞清楚没有啊，我们韩国从来没有被殖民过，我们只是有过宗主国，我们的宗主国很尊重我们韩国，从来不会干涉我们的内政和外交事务。日本网民跳出来说，你们韩国人讲得好，不过你们韩国现在有战时指挥权吗？历史经验表明啊，日本韩国网友在一起的时候，那肯定是火花四射，所以韩国人马上回击说，你们日本是被迫让美国驻军的，我们韩国是主动邀请美国驻军的，能一样吗？这个时候印度网友又继续参战，说印度已经赶走了西方掠夺者，你们呢？你们日韩还被西方奴役呢。韩国人嘴不软，怼印度人说，你们每年花700亿美元还保不住自己的安全，我们韩国人一年花12亿美元就能雇美军当门口的保安。印度人说，你们韩国人那是没钱，那是穷。印度人一个月收入2万卢比，能买2000颗大白菜。你们韩国收入3000美元，大白菜10美元一颗，你们只能买300颗。韩国人一算，那中国人一个月7000块钱能买7000颗大白菜呢。大白菜指数表明，还是中国最富有，大白菜即将成为国际硬通货。最后吵来吵去，印度人表示总有一天要干掉美国，干掉英国。法国网友站出来表示支持，而英国网友呢，让法国人等着，什么时候美国在月球上插的那个星条旗颜色掉光了，变成纯白色，大伙儿才会相信第一个登上月球的是法国。这斗嘴斗到最后啊，其实就变成了印度、韩国都想说对方历史上谁更惨。什么叫惨呢？就是被奴役、被占领，谁更久。但是无论是印度还是日本还是韩国，他们都不敢说自己真正已经实现了独立自主，谁都没有做到把尊严捏在自己手中。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呀，这些屈辱历史是怎么来的？是谁给他们造成痛苦的？如果想不明白，我只能认为，在经历过这么久远的殖民历史后，他们现在都有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其实呢，也不仅这些国家的人，我们这边呢，在台湾、在香港，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症状。俄乌危机现在波及到这么多国家，里边呢，中国是坚定保持自己立场的。印度人面临美国这一轮逼迫和威胁，已经开始醒过来了，只是还没有彻底醒透。其实呢，我倒希望韩国人能够学一学印度，不能总是在驻韩美军的催眠下坚持做自己原来那个梦了。亚洲国家之间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事实，但是亚洲国家更应该用平和心态解决自己的问题，看清楚谁才是可以团结的，如何塑造一个稳定发展的大亚洲，别总让域外的某些国家有机可乘了。好，关于网上这番斗争到底体现了日本、韩国、印度这些国家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伤痛，
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